最后，魏无羡决定在阿黛尔小镇定居。阿黛尔小镇位于梅格河东岸。阿黛尔小镇是爱尔兰最美、最浪漫的小镇。魏无羡买下了临河的一个传统茅草屋，听着流水的声音，躺在小院的躺椅上，任微风拂过脸颊。这是魏无羡和蓝忘机曾经一起想过的未来，而两人只有一个了。如今已经没有时间感伤了，因为魏无羡才刚来这里，并且只有他一个，所以想走常规的结婚流程是不可能了。所以魏无羡只好采取非常规手段了。魏无羡是顶级黑客，所以黑进当地的系统是轻而易举的事。经过他的一系列操作，终于他们结婚了。美中不足的是，他们没有结婚证所用的照片。魏无羡叹着气，没有照片，好可惜呀。为什么以前不好好的拍一张照片呢？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去其他地方找你照片，然后截下来呀。蓝湛，我真蠢。魏无羡只觉得鼻子酸，眼睛有点痛，视线有点模糊，原以为不会再分开了的，好傻呀。最后还是他 P 了一张。现在他们已经是合法夫妇了，虽然另一方不知情，不过没关系，现在还有婚礼。天公不作美，阿黛尔突然降温，魏无羡毫无疑问中招了，本就不太爽快的身子又虚弱了几分。3天内，呕血症状加重，身上的青色淤青也越来越多，双腿浮肿的厉害，走路都受到了影响。身体不好导致魏无羡吃的也很少，竟是又瘦了不少。让温情欣慰的是，好在他愿意配合吃药治疗，又休整了几日。魏无羡在温氏姐弟的再三叮嘱下独自出门了。浮肿的原因，魏无羡走得有点慢，但他也不甚在意，就全当观赏了。魏无羡来到一家花店，买了一束白玉兰，然后向教堂走去。教堂内，魏无羡手捧鲜花，认真且真诚地对牧师说 ：“Hello, Reverend. I'm sorry to bother you, but I have an unkind request.” 你好，牧师，很抱歉来打扰你，我有一个不情之请。Hello, sir, can I help you? 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 I want to ask you to perform a wedding ceremony for me, but I am the only one here. 我想请你为我主持一场婚礼，但是这里只有我一个人。Wei Wuxian. Do you take Lan Wangji as your lawful wedded husband in this holy matrimony to live together under God's direction? Will you love him as long as you live? Respect him, comfort him, care for him, treat him faithfully. 魏无羡，你愿意在这个神圣的婚礼上接受蓝忘机作为你的合法丈夫，在上帝的指引下一起生活吗？你愿意在有生之年爱他、尊重他、安慰他、关心他、忠实地对待他吗？魏无羡看着手中的玉兰花，认真且温柔地说 ：“I do, only death can separate us.” 我愿意，只有死亡才能让我们分开。回家后，魏无羡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因为死亡真的要将他们分开了。日子一天天过去，魏无羡越发觉得自己要离开了。这几天，魏无羡就如回光返照一般，精神变好了，食欲也增加了。虽然现在的他很瘦，但是他那双眸子依旧澄亮。魏无羡自己也说过，人嘛，开心就好，哪有那么多的得与失。他就像是看淡了人生，年纪不大，倒是看得通透。现在刚好是种玉兰花的季节，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活，我也没种活过什么东西，但就是想试试，冥冥中就觉得他一定能活。魏无羡笑着和温情说：“晴姐，你帮我种棵白玉兰好不好？”温情知道他已经没有了自己动手的力气了，也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种白玉兰，他红着眼眶答应了下来。最近爱尔兰多雨，而雨天也是让温氏姐弟最为揪心的时候。魏无羡有着许多的陈年老伤，一到雨天就疼痛难忍，现在本就遭受这病痛的折磨，旧伤复发时更是让他寸步难行，加上这人又不愿意吃药，不管是化疗的药物还是止痛药，通通不吃。更让温情心梗的是，魏无羡忍痛能力极强，成天一张笑脸，又不愿意让他诊脉，除非疼得冷汗出来，温情根本判断不了这人的情况。不过对于一个癌症晚期患者来说，不需要诊脉就知道对方肯定无时不刻都在痛着。魏无羡在夜晚时突然高烧不止，脸颊通红，胡言乱语：“蓝湛，我们一起好不好？然后还要你最适合了。”蓝湛，温情听着他的胡话确实是很难受，他常为魏无羡感到不值，
明明他应该是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却是带着一身病痛为别人排忧解难。当终于可以和爱人好好度过余生的时候，意外就找上了他，最终只能一个人。都说命运不公，看来是真的，苦难都喜欢找上本就困难的人。但魏无羡总对温情说：“晴姐，我做到了做自己就已经很满足了，人生哪有那么多的一帆风顺呢？每个人都在为生存而努力着，我为他人打伞，何乐而不为呢？”笨蛋！温情心急如焚，他就想不通了，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傻的人？为自己想想就这么难吗？如果不是自己和弟弟发现了他的计划，保不准那个时候就要在新闻上看到他了。异国他乡，独自一人，走也不想给他人带来麻烦，想的倒是挺好的。